男嘉宾任先生22岁，来自河南个体；女嘉宾任女士23岁，来自辽宁声乐老师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小片里我听到了一个信息，认识很多年了是吧？嗯，有多少年啊？大概有7年了吧，这样。我们2个是初中认识的，真正开始好是从大学，我就去天津上大学，他去海南上学。哦，就从你们俩开始谈恋爱，你们就天各一方，对是吧？对对啊，对。后来怎么又好到一起了呢？他上完大学之后就回来了嘛。回来了之后我就开始接触他的家人。哦。但接触完之后，就是他的家人当时有一点点小小的矛盾。啊。我可能就是老跟他妈妈聊天，就比较向着他妈妈。哦。就等于说闹的就是他爸爸最后不是很喜欢我。哎呀，你跟他父亲有什么样的冲突呢？最大的冲突到什么程度了呢？是这样，他爸爸说，如果他要是再跟我好下去的话，他就跟他断绝父子关系。呀，怎么到这个程度呢？当时我父母闹矛盾闹得挺厉害的，然后他总是站在我妈这边，然后我爸就觉得他是一外人，然后来掺和我家的事儿，就这么着。哦。但是我的想法就是这件事儿也不关他的事儿，我爸说的那种话，我还是就是想就是慢慢就是劝和我爸那边慢慢接受他这种。啊。因为当时他可能也没经历过这种事情，就是怕我太难做，他就跟我提出分手。分了吗？分了。哦，分了多久啊？分了几个月吧，后来就是互相还有对方，就慢慢就又好了。又好了？啊，对。你父亲那边就没什么事儿了吧？就是没有那么大反应了，也算慢慢默认了吧。因为我是一直比较喜欢他的。那不就行了吗？是，但是这次就是和好之后，我才知道他在跟我分开的这段时间里，就又交往了一个女朋友。在我心里，这感觉有一点点是精神出轨。哦，就是在你们分手之后，他又交往了一个女朋友。对。哦，过不去这坎儿是吗？就心里有一根刺吧，我就感觉就是他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爱我啊什么的，所以才会说，跟我分手了之后就立刻就找了个新的女朋友。但是说后来我们也和好了嘛，和好了之后呢，就是一件小事儿。他有一天就是拿回来一个电脑键盘，他所有的工资其实是给我的，是他主动交给我的。然后他拿回来一个电脑键盘，跟我说是他朋友送给他的。当时那个电脑键盘应该是700-800块吧。我后来发现他是跟那个哥们儿连起伙来骗我。其实这个键盘就是他自己买的。哦。但是您也知道，他所有的钱都是给了我。那他这电脑键盘是怎么买的呢？我就很不能理解。怎么买的？就是省吃俭用，就是慢慢攒下来的。我就跟朋友一起就想出这一主意，就说是他送我的。因为那个键盘呢，他肯定会不让我买。因为之前买过一鼠标，就是可能才200多，他就跟我磨叽了好久。因为家里是本来就有键盘和鼠标的，然后他还要再买一套更好的，就为了玩游戏。我就是平常没事的时候喜欢玩游戏嘛，就想玩的舒服一点，然后就买了键盘。我觉得没什么，这种小事我不想再因为这种事再跟他吵。是，理解。这不就像男人说女人一样吗？有口红还买口红，对吧？那除了这个，还有之前我们俩在一起嘛，我背一个装饰包的那种，就一点都不沉，里面可能就一个手机呀的那种，然后他就可能过来说，哎，沉不沉呀？我帮你吧。我说不用，然后他就直接抢走了。但是现在我背一个特别大的包，但他就觉得，哎，你也是个人，你也能背得动吧？就这种感觉，就不再像以前那么贴己了，是吧？对。我觉得这又没什么，那么一个背包的事情就拿出来斤斤计较，而且你包背不动就跟我说啊，我也没说非不给你背吗？那为什么就是说之前你不用我跟你说，你就主动帮我背一个那么轻的包，然后现在这么重，然后你都意识不到，你就还让我跟你说？我觉得时间久了嘛，就大家就这么的熟悉，然后就有什么就说什么，没必要就遮遮掩掩那种。他现在就是老是以什么时间久了为借口的那种，就感觉你不爱我了。
怎么可能？我觉得他现在就是脾气越来越大，根本没有的事情就没事化有，有事又化大。比如说上回就是我在外边跟朋友吃饭，回家晚了那么1小时吧，回去就跟我吵，闹得特别厉害。那天他说他要回家跟他爸爸妈妈一起吃饭，我说那你就去吧，然后。冷静，一直就跟我冷暴力。当天晚上他就扭头就走了嘛，我给他打电话，他就直接就是给我拉黑了。当天就是挺冷的，我就穿一条特别薄的衣服。他看到我就什么反应都没有，他就在那儿站着。那我说那好，那你站着吧。我就扭头就一直沿着那条马路走，他一直在后面就是跟着我，什么都不说。我就太讨厌他这样的态度了。我就感觉他现在对我就是很义务，他跟着我只是纯粹的不想让别人知道哦我发生什么意外了，然后责任推给他的那种感觉，就根本都不是爱我。当时就是我是想冷静冷静，我不想继续跟他吵嘛，我想着他在那散步，可能一会儿就心情好了。现在脾气就是越来越大。就是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吗？有，就前几天有一回是我俩本来心情好要出去买菜，我换衣服在那等他，然后他就看我裤子就不舒服了。他就非让我穿那个西服裤子，然后我就说不舒服，我就不穿，然后就这点事儿就非要跟我吵。那天是他感冒了，他就是因为穿的少所以感冒的，然后我就让他穿那条稍微长一点的裤子，然后就感觉他就是故意跟我较劲，就是生活就总是这样，让人很不舒服。就我明明是关心你，但是你就我明明让你听我的话，过去你听，为什么现在你不听了？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啊，理解了。还有别的吗？哎呀，你们俩这事儿，有，还有一个婚礼。还有啊啊，一个朋友婚礼嘛，叫我过去，然后我想那朋友跟他也不熟，一般婚礼就是前一天不有一单身 party 嘛，讲着就都不带女朋友，就玩得开心一点那么着。然后我说我自己去吧，然后他又不同意，非要跟着，然后我们就发生那个争执，争执之后他就跑到我另一个朋友那儿，让他带着去。后来他去了之后，我就一直心情不高兴，就特别不舒服。不是，你怎么找他朋友就带你去了呢？没有，那个朋友是主动过来的，他以为他会带着我去，他就问我说啊，咱们什么时候走呀？我就跟那朋友说，我说我不去了。他才问说啊，为什么呀？我说我想去，但是他不想带我去。然后那个朋友就是心也是很大的那种嘛，他说那你跟我一块儿去吧，到了之后就跟我一块儿玩。这朋友心可不大啊。不大吗？你哥们儿啊？我哥们儿的女朋友啊。对，当时我就在想，人家哥们儿为什么能带着女朋友，他就不能带着我？我真是，我真是听不下去了，我就感觉我在听一个结了10几年的一对老夫老妻在那儿磨叽点事儿，这里面呢既没有激情也没有爱，反正就是互相看彼此就不顺眼。哎，你们俩在异地的时候，谁会看谁多一些？就是你们怎么维持的那个异地时候的那段恋情，你们谁能给我讲讲啊？我可能看他多一些吧。当时是他在海南，我就坐的那个硬座，然后去海南的，就是大概坐了几10个小时吧。看完他之后，当时我就告诉他，我说再也不坐这个车了。但是后来就是还是坐了。那会儿上学是封闭式的，然后我们就互相写信，他会经常给我寄照片，每张照片后面他都有加一段那种特别用心去写一段话，就让人特别感动。那时候我们都没什么钱，他去
兼职赚钱，然后买车票到海南来看我。那时候就特别感动嘛。然后就是还经常给我买东西，买一些就是生活用品啊、衣服啊之类的。他对我那时候特别用心啊。所以我听到现在，我有一感觉啊，好像这段感情走到今天跟他爹已经没什么关系了，是吧？就是你们俩堡垒从内部已经炸开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所以是不是心里都在问哈？男生可能心里会这么想，就是曾经你以为我会坐几十个小时的火车，自己打工挣钱来看我，现在我买一个键盘，我都不敢跟你说实话，我得瞒着你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女生会想，以前你总是黏着我，为什么现在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，你都不愿意带我去？对。你为什么过去在你父亲很反对我们的时候，你坚持下来了？对。现在没人反对了，你却对我表现的形同一个陌路一样，那么的冷漠。那你现在是怎么看待这段感情呢？是准备继续往下走呢，调整呢，还是想放弃呢？我现在其实也不知道，我们毕竟好了这么多年嘛，那肯定是希望有个结果，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每天过得都很不舒服。就我说句实话，我真觉得他可能现在找另外一个姑娘，他可能就不是他现在这个状态。但如果他跟我的话，就永远。你是觉得他在你这儿已经没有激情或者叫热情了，是这意思吗？啊，小伙子你怎么考虑啊？怎么说？我觉得我们都已经这么时间长了，然后就变成那种亲情的感觉了。哦。就很习惯嘛，大家都互相很习惯了。就不要在生活中天天发脾气啊，这种就每天过得就很不舒服。这种还想谈下去吗？其实还是很舍不得的，因为也是初恋嘛。啊，一段感情已经摆在这儿了，究竟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。两个人从09年相识到现在已经快10年了，其实我觉得是挺有缘分的。但是我先来说说女生，你会不会是做事太极端了？比如说，男孩想要穿条裤子，他就想穿这条裤子，就不行。为什么穿这条裤子出去就不行？然后咱们两个就要吵一架，你觉得他舒服吗？不舒服，但是他会感冒呀。他感冒，他吃点药就好了。我今天就想穿这条裤子，这只是生活当中一件非常非常小的事情，你在过度的介入他的生活。包括前面讲到的，我一听就不是一个两个人谈恋爱的状态，就刚刚像赵川老师说的，老夫老妻的状态。你在干嘛？你深度的介入他父母之间的关系，深度的掌控他的财政大权，这是什么人在做的？是老婆是媳妇儿在做的事儿，但是你都在做，而且是男人非常不喜欢的方式在做。经常啊，有一些夫妻站在这儿就跟我们说，因为刚才你们说的这些事情闹离婚，你们还没结呢，现在就因为这些矛盾今天站在这儿了，是不是你过度的介入到他的生活当中去？我在这段感情当中，其实我没有看到男生更多的问题，我看到的是疲惫，是乏累，是你说的那3个字不舒服。两个人在一起是手牵手，每个人独立的个体，但你现在把他包裹起来，他做什么事情都要听你的。我刚刚就觉得好可怜，男孩说我就想打游戏打得舒服一点，可不可怜？好可怜。但在你看来，这就是一个不可饶恕的事情。所以，虽然你们很有缘分，但是如果不做调整的话，我觉得就是有缘无分。先给出一个结论啊，你的感觉没错，他是不爱你了。一个人如果爱你的时候，生怕给你的不够；如果不爱你的时候，就怕你要的太多。一个人爱你的时候呢，可以把你视作独一无二的珍宝，但是如果一旦不爱你的话，你哭闹是错，你沉默是错，就连你呼吸都是错的。所以你的感觉没错，但为什么不爱？从你们之前的这些感情当中来看，有几点原因可以供作你参考。你们一直都是处在异地恋当中的，当异地恋的这种模式变了之后，你们无从适应，不知道怎么样把这种异地恋的状态和模式调整到两个人
生活在了一起。因为以前大家只知道我们在电话里面是很热恋的情侣，可是真实面对面的时候，坐下来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你真正了解他喜欢吃什么吗？你真正了解他所有的生活习惯吗？同样，男生了解女生吗？很多的事情细节、生活的细节都是不了解的，所以你们重新再在一起的时候，相当于是新的一个人在谈恋爱，但是带的是彼此旧时的模样。还有一件事我一直搞不明白，女生如你所说，你一直在帮她的妈妈，那为什么在她爸爸讨厌你的时候，妈妈没有出来帮你呢？你想过这是什么问题吗？就算是亲人，都很难去介入到一段夫妻的感情当中。何况你那个时候还小，是个小孩子，三观还没有树立好呢。在他父母眼里，你只是一个搬弄是非的小孩，不懂事儿。再者，其实你们两个人，对你来说，你心里一直有一个心结是什么？就是你们两个人那段时间被迫分手。其实你对他抱的希望挺大的，你觉得他应该苦苦等你，结果没想到，人家谈女朋友啦。因为这个事情开始，你们的感情就出现裂痕了，是因为你心里不平衡了。你突然那一瞬间觉醒和明白，原来这个男生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爱你。所以在之后的感情当中，你也开始渐渐收回了你的爱。那既然不爱了，就不要纠缠。男生也一样，既然不爱了，不要说什么亲情，你们俩又没结婚，哪来的亲情啊？所以彼此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就好了。好，祝福你们，谢谢。将近10年的感情不容易。其实两个人，我看来都没有太大的错误。虽然女孩的行为极端了一些，不可取；虽然男孩的回应和所谓的谎言不可取，但看来都不是大问题。你们遇到的问题是，本该在激情澎湃、恋爱的年龄，却经不过似水流年，宛若老夫老妻的平淡生活。其实，从很小的时候就相识在一起的感情，是让很多人羡慕的。但是这样的感情真能走下去一生，是非常难得的。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走在一起，其实什么是爱都不知道，我们喜欢的是什么不知道，就这样糊里糊涂所谓的相爱了。其实男孩，我觉得你缺乏一点勇气。你自己能够在分手之后那么快就有了新的女朋友，你应该已经对现在这段感情心里产生了质疑。这样平淡的生活，这样的感受，是你想要一辈子的爱情吗？你心里其实很清楚，这样的日子要过一辈子，熬不下去。而姑娘，其实我觉得你也是在用最后的这一点力量，想要去抓住所谓将近10年的爱情，但实际上，我觉得你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。不合适，就不要勉强，不要因为我们曾经有过9年也好，10年也罢的情感，就把自己圈在这样一个两个人都非常难过的境界里。其实不妨勇气多一点，去感恩彼此陪伴、彼此在一起的成长的这些美好的年华，去追求你们希望的更有热度、更有热情的爱恋。希望你们都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、成熟的、愉快的爱情。谢谢。男女之间最幸福的状态是默契，最心痛的状态是背叛，但最糟糕的状态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其实你自己已经说出来了。你刚才说那段的时候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，你说你在前面走着，他在后面跟着，他一语不发，你很不满意他这种糟糕状态，你觉得他对自己就像义务一样。如果一个爱人对另外一个爱人之间只产生了义务关系，或者只剩下义务关系，你认为那是不是最糟糕的状态？
这义务当中包含着3种意思：第一，可能是一种习惯；第二，是一种依赖；第3，是还债。我所指的这个习惯，不是爱的习惯，而是一直以来跟你形成的互动习惯。虽然你们经历了很漫长的所谓的异地恋，但是一直是你在主导。他其实并没有做出太多的努力。你的这种主导的方式，他已经成为一种习惯，就像你在前面走，他在后面跟着。跟着，代表他无可奈何，但是他又没有那么狠心离开。还有依赖。其实他这么些年来，他也没做什么，很多事情都是你帮他料理的，他对你产生了依赖。然后第3就是还债。你在和他分手那段时间，跟另外一个女生在一起，一定是尝试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奇，但你肯定愧疚。但这种愧疚就来源于像做错事的孩子是一样的。他觉得没有听当妈的话，所以其实义务2个字已经把你们俩之间的感情说得很清楚。其实爱已经不剩下多少。但如果我是你，我不要一个男人或者一个还没有跟我结婚的男人，以义务之名还不情愿地待在我身边，让2个人都痛苦。你不如跟他说，你不要有愧疚，你对我也没有什么义务。如果说之前的一段情感，我给了你太大的压力，你不必以此作为自己情感的债，我们彼此都活得轻松一点。就这样。也有很多人认为呢，不好就不应该在一起。还有一些人认为呢，已经付出这么多了，不好可以磨在一起。你们现在相处的模式是大家看的最心痛的一种模式，确实是年少无知的爱情。你们的恋爱上来就是碰，啪，火花，分开，坚守，坚持，好还是不好，无法断言和定论。所以现在其实就2条路了，能熬就往下熬，不能熬就赶紧的谁也别耽误。而我用熬这个词一定是打引号的，是我们彼此愿意。如果你觉得还可以试试，你还想试试，你们改变一下。人和人相处的基本之道是距离、平等、尊重，而不是指挥、占有。好，接下来时间给你们自己，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之前我们异地恋的时候嘛，我们2个都没有什么太多的钱，然后每天都打60分钟、80分钟的电话，感觉所有的钱都用在了打电话上。当时的感觉真的特别的好。反正已经这么久了嘛，我希望我能改变一些，然后我们就像2个新认识的人再试一试。我觉得我要的东西也不算多吧，想要大家都有一些私人空间，然后有自己的朋友圈啊，或者自己的一些想法吧，然后不知道你们时间到给我。谢谢2位啊，秦晖，谢谢你们啊。请关门。